是病人啊！下！不要追我！大庆，你在那边干什么？帮忙啊！不可以！哎呀，来，用力！妹妹别激动！让我来！哎！士兵，帮！流鼻血了，哥，叫救护车，快！叫！护士，我儿子。哎呀，刚才世杰样子挺吓人的，千万不要这样嘘。如果世杰有什么事，我也不要活了。不会有事的。是啊，妈的，世杰只是流鼻血，应该不是脑出血，没事的。你这个时候可以不要说不吉利的话吗？姐姐，对不起。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要是我弟弟出事，我会让你如愿以偿，留在新加坡坐牢。医生，奇迹，真是奇迹！什么意思啊？他清醒了。清醒了？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世杰昏睡了那么久，嗓子、身体功能，甚至于智力都可能会受到影响，需要做详细的检查才能告诉你们具体的情况。医生，我儿子刚才跌倒，有没有伤到脑袋？没事的，急诊医生说他只是撞伤了鼻子。好了，跟护士去办入院手续，把他转到普通的病房吧。这里是急救室，不能聊太久。我去吧。啊，那等报告出来，我再跟你们讲解。谢谢你了。太好了，世杰，你睡这么久，一直都没有清醒过来，没想到你从床上摔下来就清醒了。早知道这样，我老早就应该把这个越南小妹弄回家，她可说是你的大贵人。贵，我没有钱拿。没事了，放心，大家都在你身边。还说这个不是你，手举起来！哼，骗鬼啊你！真的是一场误会，我们没有借大耳窿啊。误会啊！你们欠我3个月租金算误会，现在欠阿龙钱也是误会，哪来那么多误会啊？欠你的钱是忘了过账。你不要跟我废话了，你现在马上过账，然后立刻搬走，你少付1分钱我都会报警。能不能再通融半个月？半个月就行了。还半个月哈？等阿龙买汽油，一把火烧掉我的店呐！哎，你们2个关门大吉就好吼，不要连累我啊！包租婆，你大喊大叫的，你不觉得丢脸？我觉得很丢脸啊！3个月租金而已嘛，给你，1个星期内搬走可以吗？很好，那我半夜12点之前呢，就会检查我的银行户口。爹，还是你厉害。你才真正的厉害。你这个信得过的朋友到底是谁？我们才借3万块，为什么搞得像被大耳窿睡觉似的？我也不知道，我是私下跟他借的。要不是我急着要钱，我才不会这么轻易的相信你啊！对不起啊，爹，
我只是想为公司和世杰的医药费尽点力，没想到。赶快把他找出来，给他问个清楚。马特，大姐，你为什么没有开手机？先别说这些，刚才有没有讨债的人过来？来了，把我整间店贴满了他的照片啊！啊，糟糕了，糟糕了！如果你们手都松动的话，赶紧把钱还了吧。brother， 上一次你借钱的时候没说急着要还哦。那是我是说，只要每个月还一点就行了，不用急着还清。可是你们连一次都没还过啊！哦，原来你真的放高利贷啊？不是我，是我马来西亚的新老板。我老板说，跟江湖规矩，还2倍就好了。3万的2倍，6万啊！你看他笨好欺负啊！3万还6万，这什么生意啊？这么好赚？我不还。大千嫂，别跟我开玩笑了。马来西亚的大耳窿不是闹着玩的。谁跟他玩啊？这里是新加坡，他有本事就叫他过来，我要看看警察怕不怕他。姐夫，搞什么鬼啊？是啊。你们想干嘛？欠钱还钱，这次是泼水，下一次是泼强水。欠什么钱？你们到底是谁啊？我们老大是新山做私人贷款的。大耳窿啊！大耳窿又怎样？大耳窿就可以对我爸妈动手吗？找死啊！哎，我报警了！报警！你这个老公公！哎呀！永元，你没事吧？走开！你们不可以拿我的家！你们不要过来，我会公布的。有种就过来啊！把你们打成残废！是啊！2个残废的都是武功，就是说啊！来，你们不要过来，我真的很大力的。哇，这次算你走运，如果下次再不还钱，就真的泼你强水。神经真的破！啊，很痛！我才痛啊！哇！马特，怎么样了？啊，都受伤了。你们总算回来了。爸，你没事吧？当然有事，姐，你们为什么去跟高利贷借钱？吓死人了！都是你姐夫啊，他干的好事啊。你弄错了，警夫说是你说不要还钱，他老大才来寻仇的。不管，我一定要报警。别报警啊！警夫没有错的，他是为了帮我，报警的话会连累他的。啊？你到底欠人家多少钱？3万啊不，现在变成6万了。是不是因为公司周转不灵了？还有加上医院的费用。我现在身边有点积蓄，你先拿去还回给人家。你哪有那么多钱？爸，你的钱我们不能要，我们自己会想办法的。啊，是啊，钱还能够赚回来，最重要一家平安。你不是应该上飞机回越南的吗？本来是，不过后来哥出事，你们公司出事，家里出事，他就无所事事了。姐姐，可以让我留在新加坡吗？我求求你，我一定会乖的。我求求你，不可以，再去买一张飞机票。姐姐，我求求你让我留。我现在受伤了，回去的话，妈妈会看到我伤心的。我求求你让我留在新加坡。佩佩啊，我看也不用急在一时，就让他养好伤才回去吧。怎么说，刚才他也仗义护着我们。爸，护着你们的人是我啊，他差一点把我杀了，你看。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好了，别再为难人家了。
就让他暂时住下来吧啊。好吧，过几天再说吧。谢谢姐姐，谢谢爸爸，谢谢大家。不用谢，应该我们谢谢你才对。跟倒霉鬼住，肯定倒大霉了。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风桃，卖风桃。卖风桃？这么难念，我叫你卖罐头好了。可以。老哥哥，伤得很严重吧？法德说你用脚把扫把棍折断，哇，厉害！其实很痛。当然痛了，你又不是铁做的。那，等一下你用这个药酒搓一搓，我买了鸡蛋放在冰箱里，你拿几个煮熟了，在受伤的地方揉一揉，淤青很容易散。OK， 那我先走了，拜拜。拜拜。还痛吗？还可以。如果明天还痛呢，就去看跌打。哦，佩佩跟大倩欠的债呢，我们跟世杰商量一下，叫他把银行的储蓄挪一些出来帮忙还债。我都说过我会去处理，你就别操心了。你要怎么处理？你银行有多少钱，我又不是不知道。总之我会想办法。世杰刚刚醒过来，我不想为了一点小事让他烦。高利贷都已经找上门了，还说小事？我过意不去，从来就是父母照顾孩子。哎呀，家里有什么开支，应该让我来扛才对。哎呀，都是一家人啦，不要计较那么多啦。佩佩是因为疼我们，才帮我们负担。他跟大倩也有自己的家，就算大倩不计较，我们也不可能叫他们一直付出啊。至于世杰，我们还忍心用他的钱吗？本来有大好前程的，眼看就快要成家了，是祸是福都躲不过。哦，世杰没有提起宋雅，我们也别提了。我去冲凉了。谁呀？妈妈，爸爸撞到，我煮鸡蛋给他弄，我也弄了，现在还热热的。谢谢你啊。你拿我厨房的东西啊？煮鸡蛋。你哪来的鸡蛋？哦，鸡蛋。好，以后拿我厨房的东西要先问过我。哦。放着吧。爸爸妈妈晚安。佳
里有个外人呢，就是不方便。今天拿鸡蛋，明天不知道又要拿什么了。他拿的也是给我用，只是2粒鸡蛋而已，你干嘛那么计较？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小气了？总之以后防着他就是了。这个小妹的心地不坏，今天都帮过我们，是外人也是客人，你应该对人家客气一点，也没坏的。不会毁容吧？这么明显，你们要怎么做 live？ 这个死罐头，你死定了！妈，你等我一下，很快的。弟弟，你来干嘛？这个给你，给我鸡蛋干嘛？出去！煮过的是热热的，给你弄你的头。弄你的死人头了！你出去！喂，你到底想干嘛？哇，弟弟，原来你喜欢化妆的东西。这是我卖的，你别动。可是你的房间有这么多口红。哎呀，哇，弟弟，我看过这个东西是女孩子穿的。出去嘛！原来你跟我一样喜欢女孩子的东西。这个不是我的，是我卖的东西。我没有穿裤子，你可以出去吗 ，please？ 弟弟，你这个借给我，我帮你放鸡蛋在里面，弄你的头。喂，听到了没有？我真的没有穿裤子。弟弟，你骗人！刚才我看到你有穿裤子。这不是裤子，是内裤。弟弟，你乖。刚才我弄到你的头很痛，我帮忙你弄鸡蛋，等一下就好了，不痛的。不用啦，来，不用，很快的。喂，不要怕，我是姐姐，不用紧的。喂，你这样子就不痛了。不要你的蛋，你走开，你走开啊！哇，你到底想干嘛？出去！哎，我帮你弄鸡蛋。喂。好香哦！哇，妈，你新学的 recipe 啊？弟弟早安。弟弟，对不起，昨晚我看到你的屁股。昨天的事你不可以再提，而且你跟我保持距离，站远一点。妈妈早安。哇，这么重的油烟味，你煮东西吗？对呀，这个是有油的。这个没有油，那个是炒米粉。昨天已经交代过了，要用我厨房的东西要先问过我。妈妈，因为你还在睡觉，所以哇，今天的早餐这么丰富啊！你说了。对呀，爸爸早安。早安。他用我厨房的东西没有问过我。有人帮忙分担家务，不是好吗？谢谢你了啊。不用客气。哎，坐下来吃吧，我们要赶时间了。思明啊，你坐在那边干嘛？过来吃早餐啊！哦，弟弟，我帮你。你别碰我！你以为我吃你的东西就跟你很熟啊？妈，等一下姐夫会载你们去医院吗？是啊。啊，可以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吗？我不想跟他单独相处。你的脚受伤，不要到处乱跑。你姐也说啊，不可以留他一个人在家，危险。待会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医院，反正有车方便。待会吃完早餐，我们会去医院看世杰，你也跟我们一起来哈。OK。啊？你看什么？你的鼻子还没好。
很快就烧了，你等一下。你要做什么？我要帮你弄鼻子，我很对不起弄你的鼻子受伤。我今天拿鸡蛋来是要帮你弄的。不用。要的。哥哥，我帮你弄，很快就好了。不要碰我！你乖乖，我帮你弄。不要碰我，走开呀！来，我帮你弄，你转过来。发生什么事？卖罐头！喂，哥，你没事吧？喂，我在上个厕所，你就打翻杯子，弄到整个地方这么乱。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要帮哥哥弄鸡蛋。又是鸡蛋，你为什么这么多颗鸡蛋？老哥哥给我的。他被烫伤了。哥，那你没事吧？我没事，你看看他吧。他脸皮厚到脚皮，肯定不会被烫死的。哥，你要小心，这个女人的杀伤力很强。你看，我几乎被她毁容了。我警告你，你不要靠近我哥。如果你敢弄伤他的话，我就打烂你这个死罐头啊！我没有。带他去看医生吧。啊，不用不用，现在不痛了。哥，妈吩咐我在这里看着你。如果他跟 Dr. Ang 聊完天之后回来看不到我，我肯定被他骂的。你要去，你自己去吧。Hello， 我出去讲个电话。你别想偷跑啊！不会的，一下子而已。Alo chị Lan, em không có ở nhà. Không có gì đâu, em không sao, chị đừng có lo. Làm chị lo muốn chết. Chị tưởng em bị công an bắt rồi. Không có, sợ em không phải về nữa. Em có thể nghĩ gặp tìm ông Hóa, rồi em quay lại cho chị. Ok, và em bảo trọng nhé. Ok. 你不回房间看世界了吗？回，我只是想要在外面坐一下，平复心情。你刚才有听见 Dr. Ang 说世界什么吗？肌肉萎缩，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能让他醒过来，已经是奇迹了。接下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世界必须靠自己努力才行。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世界这么好强，如果你要他一辈子坐在轮椅上被人家指指点点，你觉得他受得了吗？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跟他说出这个事实。世界已经不是小孩子，就算我们不告诉他，他自己会问Dr. Ang的。都怪那场车祸。如果当时他可以躲过，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应该向前看。既然考验来了，就不能够逃避。我们首先必须要相信，一定能够撑过去，这样才能够给世界信心。努力做复健吧。这件事情谁也帮不了他，他必须自己扛。
想要去哪里？警察局？你干什么？你放手啊！放手！放手！放手！我求你不能冒险！喂，有车！儿子，下车了，小心一点啊！哎，轮你来。慢慢，哎。王干爹，胜利，你出差回来啦？买了点手信给你们。哦，谢谢你。谢谢你啊。我说啊，真的是缘分。你看，谁回来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慢慢啊。还是回到家里比较舒服，对吗？谢谢姐夫。不用谢，马德，我公司还有事，我先走了。哦，那你快去忙。好的，要不要顺便载你去裁缝店？好，去吧。你好好休息啊。你也顺便载我，我今天要拍 live。哎哥，我今天卖泡脚的海盐，带回来给你试啊。走吧。那你回来吃饭嘛。再看吧。好好休息啊。你这个弟弟啊，做事就是这个样子，没交代的。跟胜利比起来啊，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比他大几岁，工作环境也不相同，不能相比的。你乖就是乖啊，不用替他说话的。你住院的这段时间呢，胜利为了我们家东奔西跑的，保险啊、车祸赔偿，都是他主动帮忙处理的。比起那些同学跟同事，胜利最够朋友。谢谢你。别跟我说客气话了。医生说，世杰可以醒过来是个奇迹，以后的路难走，就要靠你们这帮朋友互相扶持了。世杰那么优秀，我相信他一定能好起来。哦，你们这么久没有见面，一定有很多话要说。我去煮饭，你一定要留下来吃饭啦。好啊。你们慢慢聊。坐吧。好。怎么样？最近好吗？不能更坏了，算好吧。你呢？挺好的，只是最近比较忙。宋雅呢？她还好吗？她很好，她现在人在美国，帮她爸爸打理生意。我出差的时候还有和她碰面。那就好。DNL 呢？还好吗？我已经离开 DNL 了，现在在利眼翁。利眼翁 ，DNL 的劲敌，你跳槽了？车祸之前的事你都忘了吗？利眼翁一直都有找我，我都有跟你说。你看我，睡了大半年，什么都忘了。
你应该不会忘记那天晚上我跟你都在车里吧？这么可怕的经历，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对了，那场车祸你没受伤吧？没什么，就在手臂上留了一道小疤痕。原来你也受伤了。对啊，我们都受伤了。我以为你醒不来了，幸好一切都能重来。会好的，一定要。这大半年啊，少了你打官司都少了乐趣。我花了半年的时间追上来，现在可以一个人 handle 一个官司了。你一定要赶快站起来，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回不去了。我现在只要不拖累别人，少一点愧疚，就心满意足了。不像你，是吗？我也觉得我这一觉醒来，好像变了，都变了。胜利，可以吃饭了，有你爱喝的莲藕汤。哇，平时我都在外用餐，家常便饭啊，还是我的最爱。喜欢就常来吃，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我已经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儿子了。谢谢安迪。你对世杰这么好，疼你是应该的。医生说，世杰躺在床上的时间太久了，肌肉萎缩，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你如果有空呢，就常常过来看看他，我怕他一个人会闷。你不要担心，只要他努力做复健，一定能好起来的。做母亲的就是这样，他昏迷的时候希望他醒过来，他醒来了，又希望他可以走路。唉，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没有发生这场意外，那就好了。安迪，对不起。如果时间能重来，我能和世杰换就好了。哎呀，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跟世杰随便一个受伤，我心里都会很难过的。好了好了，不说这些倒霉的事了，把他们全部都给忘了。吃吧，啊，吃。好。安迪，世杰有跟你提起车祸的事吗？没有啊，可能是忘了吧。我听人家说，遇到意外的人，通常都会忘记当下发生过的事。他会不会是失忆啊？医生没说失忆啊，我看也不像。他连宋雅都没有提起过，他没提，我们就不说，免得说了他心里会难过。哦，如果他有问起宋雅的事，你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想他因为这件事情心烦，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身体给养好。知道了，安迪。车祸之前的事你都忘了？你看我，睡了大半年，什么都忘了。世杰，我求你听我解释，我根本没有必要再解释了。世杰，你要去哪里？警察局。你要报警？世杰，不能报警！世杰，不能报警！你要干什么？我求你不能报警！放手啊！不要！不要！快！警察！对不起，对不起。
迪儿，这些小片的也买一些吧。嗯。小姐，麻烦你，这些我都要，等一下一起算啊。好的。肉松要不要买一些呢？呀，你买这么多都寄去越南？礼多人不怪，我们公司刚转型，当然要买通天底线，越南、韩国、海南岛，只要是跟我们有接头的当地人都得送一些，那他们才会卖力的帮我们牵线找新娘招顾客。还是老婆你想的周到。路不转人转，与其坐着等饿死，不如豁出去拼一条血路。我想过了，我们应该做旅行加相亲团，卖一个 package， 卖配套。带顾客过去选新娘的时候，顺便在当地旅游。最近啊，我搭到一条新路，很多韩国人都想找外地新娘。如果成功的话，说不定我们公司可以起死回生。到时候家里需要什么钱，我们也帮上忙。呀，其实你也不用担心，世界已经清醒过来了，他应该有储蓄，哪需要我们的钱呢？世杰躺了大半年，什么时候复工还是未知数。只花不赚，再大的金山银山也会吃空的。虽然爸常说我嫁出去不需要负担家里的费用，但是看到他们这么辛苦，我也很心疼的。叫我假装看不到，我办不到。Yeah, I love you 。先生太太，你们肉干都包好了。等一下，这些一起算吧。越南小妹呢？我们逛这么久，她跑去哪里啊？刚才她说肚子痛，应该还在厕所吧？叫她出来就是帮我们提这些东西啊！call她回来。哦。我结账。Alo， 老哥哥，我还没有好，我肚子很痛，我多一下子就回来。老哥哥，这里很臭，我等一下就回来，我等一下再打给你 ，OK？OK， 拜拜。Alo， 这个给你。大弟弟，你认识这个人吗？你看到他记得打给我。Hello， 你看到这个人记得打给我。Hello， 你认识这个人吗？你看到他的话，记得叫他打给我。啊，缅甸华。你认识他？他是年轻的缅甸华吧？啊。卖缅甸玉的，经常在这里走动。前几天才看见他。他在哪里？我要找他。他在楼上的水晶店，你上去楼上碰碰运气吧。哦，楼上的水晶店，水晶店是什么？卖石头的啦。卖石头，谢谢你啊！卖石头。你在越南包二奶，找上门来了。长得这么帅，怎么可能是我？瞎子都看得出是你，还装？通缉令啊！哎呀，我跟你说过了，我赚到钱，在越南算是成功人士，一大堆乡亲父老想要投靠我。怎么？你以为我骗你啊？哼！前几天呢，他有个女的来找我，说什么是我亲戚，我都把她打发走了。最好是欠债的我就相信。我有跟你说啊，如果你欠大耳窿，最好不要连累我。这么多年兄弟，就算我真的欠大耳窿，你一定会救我的。我会劝你帮买几块水晶回去转运，保佑大耳窿砍你的时候命中率低一点。那个一代金师，你果然是奸商啊你！哎呀，是啊，跟你学的啦。这个。有什么我可以帮得到你啊？啊，买水晶，哎呦，长得这么漂亮，我介绍你最新款的。我来找人。不认识。不认识。
你认识？你刚才在跟他讲话。没有见过他，我不认识这个人。你认识？你见过？我说不认识就不认识。哎，如果你不是来买东西的话，麻烦你给我出去，不要妨碍我做生意啊。没有人，你没有生意。哇，你这个人真不会说话，我这里生意好得很啊。大叔叔，我求求你，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我不认识，麻烦你给我出去。你不跟我讲，我就坐在这里。你给我起来呀你！哎呀，等一下外面的人看到，还以为我对你做了什么。我不走，我坐在这里等他回来。哎，算了，怕了你，起来，我说。好，你讲我听。小妹妹，你需要做到这样吗？你要先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养你。啊？我是说他已经走了，要几个月后才回来。他一回来我才联络你啊。几个月这么久？不对，你骗我！你不信就算，有本事继续做。Hello， 老哥哥，我好了，我现在在走路。好不好？你记得要打电话给我啊，记得啊。嗯。Alo chị Lan, chị giúp em mọi chuyện được không? Ngàn sao xin thật lung linh, tỏa sáng khắp bầu trời cao cao. Đường về nhờ dấu xa vờ vỡ trong tim.小星星眨眼睛，1、2、3、4数不清，想家时一抬头就感应。小星星放光明，在夜里指引，无论多远家都在心底。陌生的城市里有熟悉的背影，找寻同一种爱。